好，我是 Amy。那之前呢，在大家的看房视频里面呢，看过不少的这个独立屋。今天我们来看一套非常不一样的2层的公寓，它的这个面积可是有3263尺哦。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呢，也是科隆纳的核心区域 Lower Mission， 就在我们的湖边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栋不一样的公寓楼吧。刚刚有没有跟大家提过，这是一个 2-story 的公寓？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很像独立屋似的公寓长得什么样子。一进来就是我感觉很哇哦，因为它的这个空间感非常的足，然后这个公寓足足有3个不同的这个 balcony。我们呢就先从这个1层，我们从厨房区域开始看，然后慢慢的带大家参观这个房子。那其实这一个区域你单独看它的时候，就像我进门之前说的，我完全没有把它带入到是一个公寓大小的这样一个厨房。我们这边有非常长的一个 kitchen 的 eating bar， 它这边只放了3桌，这3张这种 high chair， 但其实4张完全没有问题。然后这个房子的这个建商呢是之前在卡尔加里，近几年在科隆纳比较活跃的 Carrington Homes， 大家其实之前看过他们独立屋的这个样板间，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丝的这个踪迹，有一点点的这个相似。那除了进来被这个空间感wow到，也是没有办法不注意到这个窗外的美景。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公寓的位置呢，就在 Lower Mission。那往这个平时如果在这边洗碗、洗杯子的时候看出去，就是 Lower Mission 这边 beach 的 Marino， 景色非常的漂亮，而且前面不会有任何的遮挡。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我也留意到了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这就是一个敞开的这个橱柜的空间。那如果平时摆一些我觉得喝酒的这个杯子，或者说像它这样放一些装饰，在厨房做一个算是 decoration， 还是挺漂亮的。然后它这一边用的这个颜色的配色，金色的 handle， 然后再配上一些黑色，有一些磨砂面的这个appliances， 我觉得配色上非常的摩登，很漂亮。有一个我不太喜欢的，就跟现在很多楼盘一样，他们的这个微波炉啊，或者有的时候有一些 oven 类似，它都会放在这个位置。你知道，像我们这样普通身高的话，一定要这样蹲下来用，我觉得不是很 user friendly。然后这一边的这个空间的话，它另外还放了这个可以做酒的，放那个酒柜的这个位置。觉得在科隆纳 Okanagan 的区域，现在越来越多的开发商也是把这个放在这个公寓的标配，或者有一些可能是 upgrades。看完这个厨房区域，我们现在呢挪步到饭厅，还有客厅的这个位置。那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一点点都不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的感觉？然后我刚刚也有做了一个大概的测量，这边的挑高的顶有23个 feet。优点当然是给我们非常开阔、非常 open、非常 luxury 的感觉。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会觉得说，哇，这个挑高的顶，那比方说换灯，或者说会不会是一个 waste of space？不过我觉得其实这样类型的这个公寓，它本来可能就是面向的一些退休的这个群体呀，或者说是大家不想要打理这个独立屋，因为公寓方面更加省心一些。所以在科隆纳你看到的这样面积非常大的这种2层式的公寓，或者说是大平层，还是非常 popular 的。那前面有提到这个房子一共有3个 balconies， 我们先去看看这个第一个。它是这种非常长的 L shape 的 balcony， 面前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非常漂亮的湖景，然后那边有驳船，大家也注意到这一边其实有新的 development， 这边也是之前为大家介绍的 Lower Mission 的 Aqua 17和27。那17呢，预计是在24、25年左右完工，27呢可能再间隔1到2年。所以缺点就是这边肯定会有一些 on-site 的 construction noise。
那这个 L shape 的 balcony 呢，这一边我们是从客厅进来，它的另外一边是通向咱们主层的这一个卧室。从这边侧面也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说是2层的公寓嘛，所以楼上的面积呢也是属于这一个单元的。回到这个室内，那这一个房间呢，一共是3房3卫，主要的 master bedroom 呢也是在我们的第1层。我们先进卧室去看一下。卧室呢，刚刚我们说的连通露台的门呢，就是这一边。然后这一边的这个卧室，其实它不是朝着湖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个稍稍有一点点可惜。不过这个卧室本身它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亮点，也一是它的这个我觉得采光比较的好，窗户比较的明亮。其次呢，我注意到它的这个衣帽间呀，面积非常的这个宽敞，这个其实已经大过一些Kelowna 这边独立屋的这个衣帽间的这个 size， 这点非常 considerate。另外的话，我觉得对于高端 luxury 的这个公寓呢，其实洗手间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这一边的话，我注意到它是 tub， 然后 standing shower 应有俱有，然后地面的话它也有地暖。标准的一个 double sink， 包括说它的这个洗手间是单独的，做这样一个干湿分离。在我们这个客厅的对角，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卧室。现在的这个展示间的设计呢，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书房在使用。进门的这个左手边，我们也看到 laundry。横向摆放的，因为它也是有足够的这个空间。然后这一边呢有一个单独的 3-piece 的卫浴，供这个房间使用。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一点可惜，我觉得如果是把主卧坐在这一边，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那现在呢，就是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办公室的 setup。不过可能也是考虑到现在 work from home 的人越来越多了，如果办公室书桌摆在这一边，然后我们再看看外面的美景，可能工作就更加有动力了。所以我们现在刚刚看的主层的区域呢，一共是有2间睡房、2个洗手间、laundry， 包括我们的客厅、餐厅和厨房的区域。我们现在呢移步到楼上，看看它楼上的这个设计合不合理。毕竟这是一个3000多尺的公寓啊。一上楼我就看到一个非常 open 的 space，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有的时候看一些西人的房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的这个卧室基本上数量都和洗手间它并不对称，然后咱们反而华人住的这个房子就是卧室和洗手间都很多。那这一边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开阔 open 的 space， 我觉得上面这个空间可能设计的这个初衷就是让它做一个娱乐室看书的，或者说是它边上因为设计了这个 bar table again， 所以说也是平时可以跟朋友在这边 hang out， 哪怕你放一个 pool table， 这个就是open to your own ideas。 然后接着看露台，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在楼下往楼上看的时候，我说这个空间呢也是属于这个单元的。它的这个朝向呢，跟我们刚刚的卧室 master bedroom 是同边。这里前面一块都是 covered patio， 所以即便下雨也没有关系。我们整个这个单元加起来的露台面积啊是有1200多尺，所以室内加室外这个单元真的很无敌，4000多尺。我一直跟客人说，我说在咱们 Kelowna 买房子的话，不管你是买独立屋、公寓、townhouse， 其实户外的面积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夏天、春天花很多的时间在户外，所以有一个户外的面积充裕的话，卖房子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和 bonus。再来看看楼上的这个房间。所以楼上呢和楼下那第2间小房间，它这边是同边同样的设计，这一边也是 3-piece 的这个卫浴，然后对应的这个房间大小
我觉得跟楼下基本一致。景色当然因为高度稍微高了一些，所以景色稍微来说更好一点。然后隔壁的话呢，还会有一个没有窗的这样一个小 den， 可以作为用来收纳一些东西。然后这个 den 边上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出入口，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个咱们公寓呢是一个2层楼的，所以这一个单元呢就是在6楼。讲真的，个人啊，我觉得楼上的这个空间真的是很大。如果说是有小孩子的家庭，可能这边也可以做一个 playroom。不知道大家觉得这边空间上有什么更好的可以拿来利用的方面呢？再来看一下第3个露台，还是一个 L shape 的哈，跟楼下的这个其实相仿，就是高度上更高一些。我看到隔壁邻居露台上也有放很多花花草草 patio chair， 大家搬到科隆纳来目标都是很一致，都是放松下来，享受自己的生活。现在从单元出来，往下走去到2层，看一下它的一些 amenities 设施。然后同样我注意到的是呢，单元出来几步路有个 storage unit 就在这一边，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它这边进去的话，同层楼其实只有4户，所以说邻居非常的少。然后它的这一个 storage unit 里面还是 heated。amenity 设施呢，比较的这个简单。首先呢是一个户外的一个 lounge area， 那这一边呢也是供大家喝茶聊天。设施比较简单的话，其实还可以有助于帮我们把物业费控制的比较低。它还有健身房。小而精 ，again，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一层如果只有这个4户的话，其实它整一个6层楼的单元，它住户也不多，所以这么小的一个 space 算是勉勉强强。那这个公寓目前的挂牌价格呢是在152.49000，已经包括了这个 GST。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公寓性价比高不高呢？其实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说，如果我有1.5个 million， 那我肯定是 go for 独立屋了，对不对？独立屋的话，在科隆纳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选择。不过我觉得呢，其实大家搬到科隆纳来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在生活的不同的这个阶段，包括说年龄层也不一样。而且我刚刚也一直提到过，很多人他其实搬过来真的是为了让生活节奏慢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样类型的这个公寓，它肯定还是有它相对的这个受众群的。那今天的这个看房视频呢，就带大家看到这一边。如果大家以后有什么感兴趣的物业想看，也欢迎给我留言哦。今天就到这边了，拜拜。